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一下在感情关系当中，你心里喜欢的、你心里在乎的这一位，他对这段关系是否是认真的呢？那除了当下我们会去连接这个能量，检测他的认真程度哦，我们也会去看，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人的关系发展，我们去预测一下这个人是否会变得更加认真。那如果说当下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觉得 OK 自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关系就是认真起来的话，那接下来他是否会变得认真？是会更加的认真，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去考察一下他当下的一个心态，我们也会去看他接下来可能的一些想法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会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他变化，会让他变得更认真，或者是让他觉得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苗头可能会让他之后有所变化呢？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个这种连接一下他内心世界，连接一下他的内心想法，连接一下他的一个心态啊。好，如果呢你当前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呢，然后呢又比较想知道对方对这段关系的认真程度的话，以及接下来他的心态的转变，或者是有可能的转变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期的塔罗牌选牌了。那今天的塔罗牌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里。那我们呢还是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1、2，然后是3。好，那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天使光水晶好，来，我们把它放在下面哦。然后呢，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黑曜石。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给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透明石膏。好，那为了方便呢，大家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结。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呢，他对这段关系是否是态度很认真的呢？无论当下是与否，接下来在我们的关系发展和变化当中，他是否会变得更认真呢？请宇宙给出指引，请宇宙给我建议哦，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和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在选牌的环节，你对其中一副牌，然后呢是另外一颗宝石，同时的非常的有感觉，也非常的有感应的话呢，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选择一下到底哪一副组牌的能量呢和自己是更有连结的，或者是更加的能够帮助到你
那有些朋友可能能量也是分在2组牌里面哦，那你就是2组牌里面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讯息。好，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对这段关系的认真程度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天使黄水晶。我们把这一组塔罗牌呢先放一边边，因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提前的就是连接能量的一个指引牌啊。我们来看一下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啊？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应。首先我们的第1张牌啊，这边呢我们是一个忠诚啊，这是一个忠诚，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指引牌能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分离的能量 OK， 这组牌的朋友也许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无论是真的有这种物理的分离，还是精神上有一种分离的感受，或者是情感上你觉得有分离的情况，那么也许这里就是你们当前感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在这个分离的能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在跟另外一个人招手，说明这个分离其实你们2个人应该是，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关系当中分离是那种一言不合就是那种冷战，但是这边不是，这个分离其实是很柔和的，感觉到2个人是在相爱的状态之下，可能有一些事情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样子的可能没有办法去逆改的东西，就是会有一种分离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分离的能量当中，我觉得这2个人是相互都不舍得彼此的因为这个男的也是在回头在给这个女的招手，那这个女的呢也是非常的不舍得就是一直望着这个男的离去离去的背影非常的不舍得。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分离的能量，对今天的这个然后这个女的就是说她在这个鸡蛋上面呢，就是写下了这个男士，就是她喜欢的这个人的英文首字母，就是那个名字 OK。 这个呢其实她就是想在心里，因为女生这边我们是一个金牛，是一个阴性的能量，那女生这种被动的性格，所以她可能会把这种不舍得不愿意放手藏在她的心里。所以你看她的这种就是手拿着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手捧着这个人手里捧着这个对这个人的爱意嘛。所以我觉得在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可以抽取到，就是2个人爱得很深2个人其实是非常对彼此非常的有那种认可的感觉非常的认可，非常的柔情。我们今天的能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亮金牛的能量月亮金牛。首先我们讲一下月亮吧。其实月亮的能量是讲的一种需求 OK， 感情里有需求，感情里需求是需求为大的一个能量。月亮还有个能量就是回应是回应。月亮其实是非常被动的一个能量，大家知道太阳跟月亮一个是极阳，一个是极阴，所以月亮的能量是被动的，是那种接受的，是那种不动的，靠吸引的，而不是出去追的那种我们今天是月亮，然后是金牛。那金牛的能量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就是金牛首先就是慢，不会轻易的喜欢上，也不会轻易的放手什么事情他都是要慢慢处理，慢慢消化，慢慢做决定。但是一旦想好了，一旦下定决心了，一旦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全部都搞清楚弄明白了，那么他就会非常的就是死心塌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能量里月亮在金牛，我觉得这种死心塌地的能量，那种坚如磐石的能量，那种不会改变的能量，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关键字，也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元素4，稳定忠诚。虽然有可能有分离的能量出现，无论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但是呢又有一种不分离，坚决不分离的这种决心，我觉得是藏在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的能量当中。 OK， 好，这是第1个我们的这个指引牌然后我们来看第2张牌。我们的第2张指引牌这边是一个 sensuality 的能量，其实它是一种
就是大家想什么叫 sensuality， 就是那种可以摸得到，可以这个像牵手，可以拥抱，这些都是 sensuality 里面的一部分，触感的东西。它讲的是触感的东西。今天的这个夜晚的这个能量今天这组牌都是夜晚的能量。我们这边的是欧亚香花芥这个名字稍微有点中文这个是Damask Violets，OK， 这个是欧亚香花芥。然后呢，我们配的是红狐。其实这个红狐是一个杂食性动物，它们两个很近嘛，当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张牌它主打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其实是你们的关系的这个趋势应该是越来越亲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就是其实这个小别胜新欢有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很近的人呢，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两个人分离一下，那么等到再次重聚的时候，这个关系会更好，会更近，会更紧密会更紧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是好像要分离了，但事实上呢，能量却在预示着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的近会这个 become closer， 或者是说move forward， 对吧？去往前了，继续往前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能量的趋势是往更加亲密的方向去推进，很近很亲密。其实亲密的这个能量不是一般，就是尤其是在我们的现代，亲密的能量是就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而且这个亲密的能量分很多种，一种是身体上的亲近，对吧？我刚才讲sensuality 可以触碰到，这是一种亲近，这是一种亲密。第二种亲近和亲密呢，是心与心的距离。有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呢，看起来物理距离变远了，可是心与心的距离呢，却可以更近了。这个就是亲密的另外一种形式，对吧？既分物理的形式，也分精神和情感的这种非物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可以看到，在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可能会有物理上的一些分开，或者是变远了，拉远了，但其实心与心的距离其实是会更往前更近了。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它其实也是在强调，可能两个人因为要分离，所以更想不分离，想要更近，想要去亲密想要去亲密，所以这种就像是一种拉扯。OK， 宇宙把你们拉开，所以你们才想更近。那有时候宇宙把你们推到一起，可能你们就想离开远一点，你离我远一点，我也离你远一点。所以这个宇宙的能量有的时候它是这种作用力，它不是直接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作用力？你看你跟你的父母之间你父母越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越不想做什么事情。那有的时候反而呢，父母不想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偏要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有的时候是反的。那么在这样的能量当中，其实他就会说那在这样的能量里面，怎么样才会让关系变好呢？那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就是结论，就是 communication。在这样子情形之下，大家要好好的交流，要好好的交流。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去给大家看这个能量。我们来抽今天的塔罗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看一下他对你这段关系是不是认真的。我们首先来看他对关系当下的一个心态。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当前我们想看到的你现在心里想知道的这一位，他当下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和心态是不是认真的？第一张牌，宝剑骑士。好，第二张牌，圣杯八的逆位。第三张牌是金币九。好，今天的这个能量非常的清楚，当前这个人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对这段关系心里非常的有这种忠诚度。其实宝剑骑士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其实是很有那种我们在平常讲骑士精神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人。
什么叫骑士精神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在心里非常的有这种比方说思想上很有这种理想，或者是思想当中有那种爱国的情怀呀，或者是对于他信仰的一种坚定呐。就像那个骑士啊，他要为他的王权呐，为他的国王啊，为他的皇后而战呐，对不对啊？如果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荣誉感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张牌就是这个宝剑骑士，这个人对你的能量里非常的，我觉得是有精神气的，很年轻的。他也不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啊，把控全局，他也没有那样的成熟，不是那种很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改变，努力的去成长，努力的让自己变好，也让这个关系变好。因为我们可以从骑士的能量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他还有很多潜力啊，他可以继续去发展，而不是说当前他已经达到了他的那种极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这种骑士精神，宝剑骑士。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愿意去通过沟通的方式，通过倾听的方式，通过语言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和你建立更多的联系。因为我今天看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的能量当中有这种分离有分离的能量。那分离该怎么办？那分离，那只有想办法让两个人的这个不要断开。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其实是信息很发达的时代，朋友圈发这种消息啊，发这种动态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对不对？那两个人如果想通过不分开，能量上不要去增大两个人的距离感，增大两个人的空隙的话，那么就可以去分享很多，分享更多的事情，分享自己的想法，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情感，来让两个人的心可以靠近，尽管物理距离可能没有办法太近，对吧？我们这边是一个宝剑骑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圣杯八的逆位。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朋友 OK， 但是我能觉得就是有一部分的就是选择第一副牌的朋友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分手的感觉分手的感觉。但是这个分手吧，它不是那种我要分我也要分，而是不想分，但是觉得好像得分，或者是迟早会分，是这种能量。而圣杯八的逆位呢，就是在说，其实就算情感当中有的时候感觉这种分离会让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没有安全感，不舒服，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情感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OK，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不想走。就有些事情感觉是外界的东西在逼迫你们两个人的分离，逼迫你们两个人断开，逼迫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变大，但是呢却不想走。甚至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地方感觉到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来自于外界，有一些压力可能会迫使你们两个人，或者是迫使对方非常的就是感觉离开呢可能会轻松，离开呢会简单，但是却不想走，不想离开。圣杯八的逆位 OK， 也许前方的路会更加的明确会更加的清晰，但是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情感的连接如此的深厚，心已经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心里面的唯一的位置已经留给了你，那么就没有办法轻易的说走就走，说丢就丢因为人呢是一个感情的动物而且我们今天月亮在金牛，这种情感的这种连接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感情的基础很好，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跟对方的感情基础很好，你们两个人有很深厚的一些，我觉得是信任在这里，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熟悉，相濡以沫的那种舒适感，适配度很高，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容易改变，很难的去分。那么最后一张牌呢，金币九，这张牌就是我听到的就是为了独立而离开，为了未来的好生活而离开。这个是非常像什么呢？就是要出差、创业、出去打拼，离开家乡，要去成长，要去长大，具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这种离开我觉得这个金币九让我看到最多就是其实是为了两个人未来能够真的在一起，所以才不得不走。这个真正的在一起
感情其实是需要很多东西去烘托它的，就好像这个感情最后的落实，如果你把它比喻成成家立业的话，那么这个成家立业其实它需要很多的东西去做支撑，包括两个人的独立，这个独立包括经济独立、情感独立、精神独立，这个成家立业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买车买房，或者是稳定工作才能够有稳定的家，有稳定的家才能够去安心的生孩子，为孩子的教育未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做好基础和准备。所以我今天看到金币9，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让两个人可以，我觉得是有更多的能力支撑起未来的在一起，所以才会有分开的能量，所以才不得不选择走。就好像这个男人他出去这个院落当然不一定是男人走，也有可能是女人走，对吧？他走出去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喜欢了别人，也不是因为他花心，更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因为事业，因为学业，因为工作，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要办的事，不得不去办的事，不得不去完成的一个计划、诺言等等，是这些原因才离开的。好，我们看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当前对这段关系我们今天在讲他当下的能量对你是否是认真的。我觉得第一个能量是非常，我觉得是蛮确定的。我从当前的这个能量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认真，可以这样讲。因为这个人在心里对你是很有那种忠诚度的，他对你很忠诚，他对你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月亮固定月亮就是这种情感就仿佛已经放在你那里了，我把我的心留给了你，虽然我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给你，就是这种能量很强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这个人对你是很认真的。那我们再往下推，今天我不会给这个关系加时间限制，因为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因为我们这边每一个关系里他的这种状况都不同，那这个人离开的时间也会有长有短，所以我不会去就是限定时间。但是呢，我们看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人他未来的这个变化是会更加认真的，是稳定认真的，还是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能量的一个预测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会变得更认真，继续认真，还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这个是权杖国王的逆位。好，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趋势，这个人有可能未来的心态会有哪些其他的变化，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出现好，第一张牌呢是权杖国王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10的逆位好，这个就是趋势，未来的趋势，未来的变化。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连接和预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趋势。好，第三张牌是什么呢？OK。看一下这个人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首先呢是权杖国王，然后呢是圣杯10不是圣杯10，让我看清楚一点金币10的逆位好，那这个就更加的说得清了。刚才我看到圣杯10的我还觉得OK 变化还有点大，那金币10就说得更清楚。然后呢我们最后的是出3张牌，第一个呢是圣杯2正位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宝剑侍者的一个逆位，他们俩在一起，然后还出现了第3张牌，就是这个命运之轮的逆位好
命运之轮的逆位啊。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宇宙对于这段关系的未来的一个预测，这个人的心态上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啊？首先呢，我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一个权杖国王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呢，其实他说的就是说整体来讲嘛，这个人未来他对你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上，其实他没有所谓的不忠诚或者是怎样。我就是看到这个人在他的未来的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出去了嘛，他离开嘛，至少是有离开的能量，在他离开的能量的这种背景之下，他会对你们的未来比较的迷茫。这个未来不是短时间的怎么样，这个国王的能量，权杖国王的能量，其实更多的指向的是一个趋势整体的未来。那么这个整体的未来有可能是你们的共同目标，这个未来是很遥远的，它可能直接代表的是两个人结婚呐、成家呀，或者是两个人那种稳定的在一起呀，最后定哪个城市生活呀，或者是最后要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两个人能定下来，是这种我觉得是很远的一个未来。那么当前是一个逆位的，我看到是说这个人对于你们两个人的那种未来，他会有一点迷茫，可能在他奋斗的过程当中，在他离开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阻碍。那么人呢，在遇到挑战跟阻碍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种我就是背后的你们的关系，就是会想到，比方说如果他在未来走出去，你看走出去，在他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如果一路都很顺畅，那么他可能就会对你们的未来越来越有自信心。可是呢，如果他在未来的这种走出去的道路当中，他遇到了挫折，他遇到了坎坷，他遇到了艰难险阻，他可能就会对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很焦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到月亮在金牛，其实这个人的心理对于你们的关系，我觉得他的责任心很强，正是因为他那么的坚定和坚守你们的未来，他把这个未来，我觉得是整个就扛在他的这个行囊里，扛在他的肩膀上，他很坚定你们的未来，那是他的目标。他走出去，无论是吃苦也好，是成功也好，其实最终极的目标都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呢，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他最在乎的事情。如果他的努力，他走出去的这个选择或者是这个方向，让你们的未来变得更好，他就会很自信，他就会很开心。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什么事情，他觉得对你们的未来是不利的，他就会焦虑，他就会忐忑，他就会害怕。那么第二张牌呢，这张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有一点间接性的一个指引啊。这张牌讲的是金币石，这个金币石呢，我听到最多的信息就是有关于亲朋好友、家庭成员的反对声音，或者是不一定反对，可能是有一些异议。比方讲，你们在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家庭朋友如果有知道的话，就是在知道他要离开的之前，可能还是赞同的，可能还是看好的。可是呢，由于这个人突然的一个变故，或者是他的一个决定，那么亲朋好友啊、家人朋友啊，对于你们的关系，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异议，一些我觉得是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声音，你们会听见有没有影响？我觉得间接直接一定会有影响，但是说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不会，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圣杯二驻守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所以它说明的是你们两个人无论未来怎么样去改变，对方无论会经历什么，好的、不好的、成功的、挫折的还是来自于外界第三方的声音，他对你的感情坚定无比。圣杯二，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坚不可摧。第一组牌的朋友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忠贞。我们今天主打的就是忠诚，无论发生什么，忠诚于你，他呢也忠诚于你，对吧？你忠诚于他，他呢也忠诚于你。这边其实给我看到的是那种坚定的两个灵魂 ，OK， 在一起。所以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有灵魂伴侣的能量出现了有一些灵魂伴侣的能量在这边，有一些朋友这边就是灵魂伴侣感情非常的坚固。好，再往下，
再往下呢，其实我看到是关于这个人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就是连接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啊。如果说当前这个人很愿意对你说，很愿意对你表达，很愿意跟你分享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和遭遇的话，随着时间的流淌，这个人呢可能会不太敢跟你说一些事情。那么他不太敢跟你说这件事情呢，可能是怕你焦虑，可能是怕你担心，可能是怕你就是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人在未来跟你的连接里会很谨慎的说一些话，或者是说他会顾虑很多顾虑很多。有些话语呢是欲言又止，有些话语呢是隐藏起来，但是没有坏的心思。因为我看到这个人呢 OK 圣杯2非常非常的爱你，第一组牌的朋友，他之所以有些事情不能说不告诉你，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善意的谎言？其实不是谎言，只是有些事情分享给你，也许只会徒增烦恼。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在你们未来的交流里，在你们未来的这种连接上，我觉得这种相处的艺术，话语的艺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张指引牌带出的信息。在你们的接下来的每一次连接里，无论是语音的、电话的、视频的、见面的，我觉得是要好好的把握。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月亮的能量啊，善解人意善解人意，温柔的、被动的、顺其自然的、接纳为主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是善解人意的方式，是能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倾听、更多的深层次情感的共鸣，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说出来的这种，我觉得是会对你们的关系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以坚定和坚信为主，以理解和包容为主。 OK， 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命运之轮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呢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命运之轮，我觉得这个人对于未来的事情啊，其实是抱有一种心态，讲的是可能外面会变，可能世界会变，但是呢他对你的心不变。命运之轮的逆位，他在强行的让这个命运的轮子停下来，只为你一个人而停下来的真心。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2的正位，命运之轮的逆位，强行的因为感情的足够的强大，因为爱足够的多，所以可以战胜一切的改变，可以战胜外面一切的变化。那么这也是感情该有的样子哦。所以说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你们要来测的这一位这个关系里的他，从当下的能量来看的话是非常稳定的，是非常值得你去托付的。那么他当下呢也没有辜负你他是认真的。那么未来我觉得他会保持他的认真，保持住他的初心。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连接宇宙看到的关于你心里喜欢和想测的这一位，对这段关系的当下的认真程度，以及未来他的一些心态上的可能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生和转变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一边，那么提前呢祝你们发展顺利，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黑曜石。好，我把它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帮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呢，是来看在这段感情的关系当中，你心里喜欢的和在意的他是否对这段关系是非常认真的。那么首先我们做的能量检测呢，是对当下能量的一个检测，也就是说他现在对这段关系是不是认真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下无论他是认真与否，在接下来的关系发展当中，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是否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是会变得更加认真吗？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占卜的第2部分。所以呢我们首先在开始看塔罗牌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呢第2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提前抽到的指引能量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是什么？
好，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指引能量呢是一个5号，然后呢它的能量是 feelings， 意思就是感觉然后是太阳在双子。那么这张牌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有郁金香、烛火、玫瑰郁金香、烛火、玫瑰。郁金香能量是爱的守护者，那郁金香的花语大家都很清楚是爱的表白，所以郁金香的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其实是一种高调它是一种高调。为什么呢？它讲的是一种 declaration， 宣称我爱你。可能在宣称我爱你之前，很多爱就已经存在了，或者是很多的爱就已经在两个人之间流淌着流露着。但是呢，有了郁金香，它是一种很高调的表白的能量是那种可能有些感觉有些感情是蓄积已久，然后呢在郁金香的能量之下，你看太阳在双子，双子守护星是水星这种对于语言对于表达的能量非常的强调。所以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我觉得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它正在高潮当中。OK， 表达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高潮当中，有些话是情感那个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高潮，它是一个高点。那么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想去看的是他对这段关系当下是否认真。我觉得第一个答案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当下非常明显的就是你们在爱情的这种高潮里面。那么在高潮里面的话，我觉得这种很明确的就是说他对这段关系当前是认真的，他非常的喜欢你，他对你非常的有感觉。 OK，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种牌里面，就是这张指引牌里面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在高点，那么一定是双向奔赴的爱他对你当前在高点，你对他当前也在高点，是双向奔赴的承诺，因为是表白嘛。什么叫表白？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表白就是去宣称你的感情，去宣称你对这个人的感觉。在表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就是暴露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有的时候可以暗恋，暗恋的话就是我不暴露我自己对你的感觉，但是我如果表白，我说出去的话，就是暴露自己对你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就是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觉得当前这个人对你的情感，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在一个高点里面。那么当前这个人对你的感情，对你的爱，对你的喜欢，对你的就是说这段关系，我觉得他是喜欢，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认真呢？认真跟喜欢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喜欢着你认真的喜欢着你，当前是这样子的。从这张牌里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张指引牌。第二张指引牌呢是一个我们先看一下花吧，因为这个是一个夜晚花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谕卡，好不好？好，这个花呢，它的名字是晚香玉，别名呢是叫月下花。这个花很香它的这个花的那个提取的那个精华经常就会被放在那个香水里面。OK，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伴着这个花的小动物呢，它的名字是巨角猫头鹰巨角猫头鹰。那么当前呢，我们可以从猫头鹰的这个眼神里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集中力 focus。 这张牌主要讲的能量就是 focus， 也就是说当前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非常需要 OK， 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或者是对方，你们两个人一起这种对这段关系的集中 focus 的能量，集中的能量，强调的是 here and now， 就是当下这个时刻，这一秒，既不是未来的哪一个点，也不是过去的什么时候，是现在，我们去珍惜眼前的这一个爱情的高点，我们去珍惜眼前我们内心对彼此的那一个誓言。那么在 focus 能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你还是对方，对这段关系还是对彼此非常的集中，你做的一切，你说的一切，你的感受，你的感觉，你的回应，全部都在这个人的眼里和心里。相对应的，
这个人当前就是我们今天想测的这个关系里的这个他，你喜欢的或者是你在乎的这个人，他当前所做的一切，他的行为，他的举止，可能也在你的眼里，在你的心里被无限的关注和放大着。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其实是需要小心谨慎的，因为任何的好会被放大的同时，不好也同样会被放大。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了这个人当前对这段关系有没有认真，他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从指引牌里面，我们是绝对能够看到这种当前的能量非常的强烈啊，就是非常强烈的是当下，这段关系的当下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当前和当下是在非常认真的喜欢着你啊，对你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爱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和表达的能量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他的这段关系的态度是不是认真的？是什么样子的认真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真宇宙给我们指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对这段关系当前的一个看法、态度是什么？好，第一张牌圣杯国王。那么我们从这张牌里面圣杯国王呢，我觉得是可以看到吧，这个人当前对你的感情真的非常的深，在国王的能量里，而且又是主宰水元素的国王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当前对你和对这段关系的态度就是用情很深。这个人呢是情感和情绪的一个绝对的王者啊。那么他对感情这件事情就是情感，我们今天主打的也是 feelings 情感啊，非常非常的懂，也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会表达，也是会接收到你对他的情感。那么这个人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是一个当前我觉得是在感情当中对这段关系和对你非常认真，非常纯粹的用他的情感，用他的真心在跟你连接。我觉得这个人心里其实是真的很，就是满眼满心都是你啊，第二组牌的朋友。而且当前呢，在这段关系里处于一个，我刚才讲过是一个高潮阶段，你们现在正在感情的高潮阶段。那么这个人对于你们的爱非常的在乎，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珍贵。好，我们继续。第二张牌是什么？这张牌重复的出现啊，这是一张，这是死神的能量啊。这张牌刚才我洗牌的时候它就冒出来啊，13号牌，这个是死神的能量。然后这个死神呢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从这张牌里面我连接到的能量叫做因为爱所以变得渺小，因为爱所以把你捧得很高。那么这个能量呢，有可能是他对你，也有可能是你对他。就是说在强烈的爱的能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感情里面有一点就是变换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们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我们是一个领导的人，别人都听我们的，我们去领导别人，我们让别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你一直是一个很强势位的人啊，你把自己放得很高，或者是说比方讲对方他在工作当中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会一直都是很高的那一个人。但是呢，在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里，当前这个人给我的能量叫做很强烈的角色的互换，就是说他会把自己放得很低。我这边有2个能量都是在讲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主牌，就是这个 feelings，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的啊，当然这个男的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关系里的男性啊，只是说这段关系里的其中一位，他会就是有点像是跪着啊，跪坐着，然后呢匍匐在这个女生的这个腿这边，是不是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喜欢，然后他愿意把自己放低他的身份，放低他的姿态。然后我们在死神的这张牌里面也是看到啊，这张牌的死神的正位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很大的人踩在这个很小的人的这个头上啊，就给人感觉好强势哦。然后我们今天死神是一个逆位，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在告诉我什么呢？就是这个能量非常强烈的在指引着这段关系里，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感情的这个水元素的国王用水把你们两个人围住，
在一个很大的水的漩涡或者是泡泡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水元素的这个壁垒的话，那么在平常你们两个人的身份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讲，如果没有感情的这个水漩涡的话，那么也许平常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啊，你可能就是比方说你是他的这个员工，你是他的下属，你是他的学生，打个比方啊。但是呢，在感情里就变了，因为在感情的这个泡泡里面就变成了对方就是会低下头或者是跪下来，他就会觉得说 OK， 在感情里你是我的那个女神和男神，你是我的那个王后和国王。我听到强烈的这个能量啊，也就是说当前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方式是降低自己的身份。当前在这段关系里，他会把自己放得很低，作为一个比方说打个引号啊，没有这个真正的意思啊，比方说他把他自己当做一个小仆人啊，伺候你，或者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就是那种服务于你的一个人，或者他把自己放成一个你要什么我就想给你什么，你要什么我就满足于你什么，就有点这个感觉他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他觉得这是比方说服务于你，或者是给你东西满足你的欲望，是他爱你的方式和他爱你的语言。所以汤杰呢，我觉得他是一边非常的享受能够为你做什么，能够满足于你什么，能够去让你怎么样开心，他非常的就是他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但同时大家不要忘记 focus， 也就是说当前如果他对你非常好的话，那么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要给他回应，你给他的回应将决定着他未来会怎么样对你。在他对你极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去比方说命令他，或者是差遣他，或者是有的时候还会说他。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其实是有一种我们在讲就是诚心以待。你当前对他好的话，虽然他对你很好，也许你可以去不对他那么好，但是呢你也能够真心对他好的话，他会知道，他会接收到这个能量。因为人就是感情的这个东西，他会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疯狂的爱也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等到这个疯狂热恋的期过后以后，就是平静了。那么那个时候，其实你当前如果能够去 focus， 就是集中的去回应他，接纳他，接受他，然后呢给出我觉得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这段感情就好像是当前在银行里存钱，存了很多的钱，这个巨额的存款，这个感情的存款将保驾护航你们未来更久的这种感情的这种顺滑。那么相对应的，如果当前在这个人这么喜欢你的情况下，他对你非常的好，然后你就有一点比方说当做理所当然或者你觉得无所谓然后也没有太在乎他呀，那么这就相当于你们的感情银行里的这个情感的存款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提点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这是你们当前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当前可能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这个非常爱他的人，你对他是有求必应的，你对他是他要什么你就愿意给他什么，你愿意把自己高贵的头颅低下来去爱他。那么这个人当前呢就会非常的享受，他也会非常的开心和你在一起。他对这段关系我觉得是享受着当下的热恋。 OK， 好，我们来看第三张塔罗牌好，第三张塔罗牌我们也出现了权杖三第三张塔罗牌呢是权杖三。这张牌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当前有在去规划着你们的未来，他有对未来的憧憬非常的强烈，他在想怎么样这段关系才能进一步的去往前推，他在思考着怎么样去计划你们的将来和以后。三号牌其实三主多，三也是管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成长，又是火元素。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当前对这段关系真的很认真。这个认真它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对当前，我刚才第一个就讲，认真的爱着你，认真的喜欢着你，这是感情里的认真。第二个认真在于什么呢？一旦这个人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我觉得是 absolute 绝对的，那么这个人就不仅仅只会看当下，他会在当下的这个时刻去看你们的未来、将来和以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当前也有去计划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去发展这段关系。他不仅仅是在当前的高潮期，这个人呢也在想着怎么样让这个关系进一步的去发展，进一步的去往前推进，进一步的去推进你们两个人的爱，或者是说想就是计划着一些，也许你对他有什么要求或者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期许或者是你希望这个关系能够最终到达哪里那么这个人有在切实的去思考
切实的去努力，切实的去安排你们的之后和将来。从当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想法。那么也有可能呢，在权杖3这里啊，他就是说，因为当前是认真的对你嘛，他对这段关系非常的看好，非常的认真，所以他会想之后了。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感情的热恋期，我们会非常的把能量集中于当下这个时刻。那么至于说未来有的东西是好的，我们所谓的梦想啊和期许，但是在未来可能也会有所谓的未来要遇到的什么样子的挑战呢？未来可能要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呀，我们两个人怎么样一同去面对和处理呀，这也有可能是在未来的能量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当前对这段关系，我觉得从态度来看的话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我们从认真的态度里还看到这个人我认为他是在跟你就是在感情的这个关系里角色互换，就是有一高一低的感觉有一高一低的感觉。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这个人会把他自己放在下面，把你放在上面烘托起来，去更多的映衬你的美，去更多的去比方说让你开心，让你满意，或者是让你能够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成真。 OK， 他有很强的这种服务于你我们在讲伺候你的这种能量信息在当前的他的心态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之后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未来你们的关系的这个发展的途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人在计划未来了嘛，对不对？我们来看在你们关系的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当中，那么他对你的态度，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是不是会变得更加认真，还是说不变，还是说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让宇宙给我们一些指引。好，感恩宇宙。好，排出的很快哦。首先呢，我们看到是宝剑骑士。这张骑士感觉火就是颜色很红，让我都看到了火元素骑士的能量好，我们继续往前。他对未来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会有哪些变化？请宇宙告诉我们。那第二张牌呢是宝剑皇后。哇，好的。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是宝剑3。 OK， 是一个逆位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权杖皇后。OK，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前两张塔罗牌前两张塔罗牌呢，我们首先看到是宝剑骑士，然后呢我们看到是宝剑皇后。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未来的这个他对你和这段关系的态度里面，首先我们看到是两个风元素宝剑元素风象元素。那么风象元素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谓的理性思考，理智。那么在未来你们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当前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吧，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感情情感非常的丰厚，情感非常的多，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认真态度，但是呢就是因为水很多，情感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就多了一份理智，多了一份认真，多了一份责任在里面。那么在未来的能量当中，他的对这段关系的态度的话是转成风象元素，所以我觉得他会考虑更多了。如果当前他只考虑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的话，那么在未来我觉得他会考虑更多的因素，比方说跟家庭有关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他可能会考虑 OK 我怎么样去解决它，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他要想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他会比较偏向于理智的去处理，理智的去爱你，理智的去让这段关系，我觉得是不仅停在情感的层面，更多的是一种把它给变得更加的我的能量里看到是变成他的信仰变成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更加认真的，更加能够去把控的一个感觉。那么同时呢，在未来的能量当中，其实我看到这个人的能量会更加的强烈。这个强烈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过，如果这个人当前呢在这段关系里就是把自己放得比较的低 OK， 把你捧得很高，那么未来呢你们的关系会回到正常的顺位比方说这个人当前呢他因为非常的爱你，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他愿意把你捧在手心里，把你举高高，把你托起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未来呢不会，未来我们看到2个皇后的能量，一个是宝剑皇后，一个是权杖皇后，这个人会回到他本身的一个能量里，比方说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或者是本身他是一个就是下决定的人啊，他一般下决定哦，他一般去规划未来哟，他一般去让别人听他的话哟。如果他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以后他还是会回到这个样子，他还是会比较习惯他的这种高位，他习惯他的高位。所以我看到首先就是说这个人的能量我可以看到他在未来的关系的发展里面，他会回到他的高位，或者是他的能量会越来越强，他的能量会越来越高，他会有那种国王跟皇后的感觉。如果当前他的能量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小仆人他是一个小侍从，但是呢他不是，他只是说因为非常的喜欢你，在感情的高点高潮处，他会把自己放得很低，他想让你享受这种当国王和皇后是什么感觉。那么在未来的关系发展当中，他对这段关系我可以看到就是仍旧是很认真的，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他的能量在增强嘛。那么在增强里面，我觉得他会回到高位，他可能会在未来里面就是你听他的，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来看第2个能量是什么？第2个能量呢，就是这个风元素的骑士了。那么风元素的骑士呢，其实它有一种所谓的决心决心感，而且这个风元素骑士呢画的这么红就是让我感觉到一种热情奔放的感觉。而当前的这个宝剑骑士很有意思，他并没有往前冲，他让我看到更多的能量是在拉这个马，让这个马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往后我觉得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感觉的话，如果当前是感情里的绝对的爱你，绝对的付出，绝对的把你就是拖得很高的话，那么未来他对这段关系的认真态度呢是开始去冷静他的头脑，冷静他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宝剑骑士，然后我们转到宝剑皇后了。在你们关系的未来里，这个人让我看到的能量是，就是在风元素能量里，虽然是国王，但是风元素是比较冷的，风元素是比较偏凉的偏凉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未来对这段关系他会更加的理智了。而且我们第3张牌是宝剑3的逆位宝剑3的逆位，这张牌其实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有一点关于所谓的背叛问题扎心的事情。所以呢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一张指引牌，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虽然说当前呢可能这个关系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让你觉得非常的爱，或者是这个人让你觉得很就是他让你的感觉很好嘛，或者是说他给你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那么你们更加要小心。因为呢 Focus 这张牌它的能量里面其实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当前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当前如果你对这段爱的话，比方说这个人是拿出了所有的爱拿出来跟你去做交换，没有任何的保留，而你却有所保留的话，这个人是知道的，他只是说没有表现出来，他会记下来。那么如果你当前有所保留，或者是你没有把话说清楚的话，这个人很容易误会你，他是蛮容易误会的。因为我刚才讲过，当前你们的能量在放大镜之下，好的将会成百上千倍的放大，不好的同样也会被成百上千倍的放大。所以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解开，有什么话的话一定要说清楚。你把话说清楚，你把你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就会很顺滑了。那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么有些东西就会变成未来的一个隐患。比方说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可能会让这个人误会。你一定要把你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太阳在双子一定要把你的信息，无论这个信息你想表达的是什么，你想说的是什么，你的焦虑是什么你的喜欢是什么，一定要表达清楚。双子座要让你的信息准确无误的到达他那里，不要发生任何的错位水星我们都知道水星走得顺畅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帮手，就是他跟太阳之间嘛，他帮太阳嘛。但是水星逆行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发生误会，就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信息没有到达那里，晚了呀，发生了扭曲呀，被误解呀，或者是说这个信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错误。大家都经历过水逆，知道这个能量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主打和强调的就是当前第
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不要骄傲啊，不要骄傲，保持一个谦逊的心，保持一个谨慎的心啊，把你的真实情感、真实的计划，对这段感情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准确无误的表达清楚，不要让这个人误会，不要让这个人错判、误判了你的真心啊。如果你是真心的话，你也是真心对他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宝剑皇后和宝剑三嘛，其实这3张风象元素给我的感觉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能量在往前往上加，但是呢，3张风象的元素还是会让人稍稍的有一点点啊，我觉得是对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点哦，希望不是这个感觉啊，就是希望就是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的话，如果你当前把你该做的事情，把你该说的话，把你该拿出来的态度啊，都拿出来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事情未来这个人肯定会对你非常的认真，肯定是更加认真的去对待你们的未来和以后了。那如果说当前有一些什么误会的话，有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说清楚会更好。风象元素嘛，主打的也是一个表达、沟通、交流、倾听、理解，对不对？那宝剑三是一个逆位的，这个人呢，对于你们2个人的一些矛盾、扎心的事情、扎心的话题、扎心的一些误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属于那种很敢下决定的人。他当前有多么的敢决定去爱你，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人未来就会有多敢去把一些事情说出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人未来其实挺厉害的，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会重新拿回自己的那种绝对的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感觉到他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去对应一下，这个人还是很强的。他本身的性格，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强势位的一个人啊。皇后、国王，成熟、理智啊。他如果当前你觉得他不理智的话，都是因为他太喜欢你，他太沉溺于这种沉浸在这个情感里面。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OK， 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这个权杖皇后，这张牌其实还是一个好牌，大家不要怕啊。权杖皇后呢讲的就是说，这个人对于你们的将来和以后，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风，但是他还是会非常热烈的非常我觉得是自信的去走。其实这个人是个很自信的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无论他当前多么的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其实这个人内心是很自信的。他非常自信自己的实力，他非常自信自己的魅力，他非常自信的是自己的一个能够去掌控一些事情的这种能力吧。所以在未来我可以看到这个人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他非常的自信，同时他会对你非常的护短，保护你，不允许你受到任何的侵犯和伤害，不希望你被别人有任何的非议，或者是说有什么人说什么话，我觉得他是比较护短的，他护的这个人就是你，保护你啊。但是我看到这个宝剑三呢，还是要小心，不要有任何的误会出现。比方说你的其他的一些什么朋友可能这个人是有一点爱吃醋或者是他会想很多OK， 那有的时候呢，因为爱得很热烈，爱得很纯粹的话，所以他爱的时候那么的纯粹，那么对于你的要求就会很高，他就会眼里容不了半粒沙子，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所以说在未来的关系当中，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把握住当下，就是把握住你的以后，就是把握住你们的将来哦。所以我觉得当前就是好好对他如果他对你非常好，你也好好对他。然后呢，有什么样子的话，有什么是你该做的，你该说的，不要放弃，不要把他给觉得无所谓不用说也不用做，一定要当前就做好。那么在未来，我刚才讲过，在你们的感情的这个银行里，你就相当于给你们的未来上了保险，就相当于为你们未来的关系呢放了很多的存款。那么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比方说风险的时候、变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因为你们2个人当前建立的爱有多深厚，你们的连接能够心里面的这种情感的那种真诚能够建立的多么深厚，能够建立多么的信任的话，就能够为以后你们的关系遮风挡雨了。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还是挺好的他对这段关系非常的认真。那么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他仍旧保持着他的认真，仍旧能够去，我觉得是以更理智的方式去看待你们的关系，好不好？OK，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透明的石膏。
好，我把它放在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个占卜的主题是有关于感情里的话题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段感情的关系当中，那么你当下呢，很在意的，或者是很喜欢的他，对这段关系当前的态度是否是认真的？无论他当前对这段关系的态度是否认真与否，我们还会看在接下来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当中，那么他的态度会怎么变化？是会变得更加的认真呢，还是说保持不变，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那么宇宙呢，当前呢，我们今天连接宇宙的能量，来听听看宇宙呢给你的指引。好，那我们在抽塔罗牌之前呢，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指引牌。今天我们有2张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那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抽到的是自信心。我们在这张牌面里面，就是说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男的在照镜子啊，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跟这个女的约会，然后呢，这个人头是往下看的，然后从镜子里的这个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的就是那种好像在看着他 ，OK， 在评价他、评论他的感觉。然后这个男的呢，给人的感觉就很朴素啊，很朴素，穿的就是很简单。很平常，然后镜子里的这个女的呢，好像身材很火辣啊，穿得很单薄。那我们今天这个自信呢，我觉得它所体现出来的能量啊，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自信心。这个没有自信心呢，我觉得是对自己太过于的苛责，或者是说对自己就是有很多诸多的不满意。这些诸多的不满意呢，既有可能是内心世界本来就有存在的一些能量的因子啊。通过这段感情关系呢，被放大和显化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边因为我们有一个太阳处女的能量哦，所以说我们可以感觉到处女座啊，处女星座这个能量，其实他们是很有眼光的。他的眼光在于什么呢？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会分别的。处女座是个典型的分别能量，它和它的对宫星座双鱼是完全相反的。双鱼的能量讲的是天下大同啊，全世界都可以融为一体，大家都是一样的。处女作为双鱼的对宫就会是不一样的，它讲的是分。什么事情呢？在处女的眼中，其实都是要分一个高低的，分一个好坏的，分一个层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处女星座的能量，如果用在这种，比方说有一些质检相关的工作里就会非常的凸显，它会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能量如果是在感情和恋爱当中的话，就也蛮容易把这个能量带到和喜欢的人做对比，对吧？因为处女座的眼中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高低上下的层级分别，他把自己也会放到这个大的比较系统里面去做分析做比较看细节细节看得越多，这个高低上下就会越明显，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堆积多了以后，可能某些所谓的这种事实就会变成了一种自卑，就会变成了一种情绪，郁积在心里郁积在心里。所以当前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一个太阳在处女的能量，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个人尤其是你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他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有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是有一点自卑的，无论他表现出来的多少，无论他没有表现出来，从我们今天能量来看，这段关系当中我们抽取的能量是这个人你想测的这个他可能是有一点不自信有一点不自信。那么不自信的能量，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关系当中最好的是2个都很独立的自信的灵魂走到一起。那如果说他自己对自己不自信，就会反映到这段关系当中，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成为他的对立面这个是关系当中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张主牌能量主打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那有一些朋友呢，当前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能量的，那也有可能是你不自信当然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能量也有可能是说你不自信，你把自己拿来做比较，你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你就会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想法多了以后就变成了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绪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种能量的一种堵塞和郁积，那么对这段关系的发展肯定是
不利的因素。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主牌。第二张主牌呢，我们这边是一个晚上的花晚上的花。今天我们的能量第一个紫罗兰，白天的能量是枯萎的，晚上的时候盛放，并且蕴藏芬芳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这边是夜莺，美丽的歌喉那夜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能量，就是这个牌里他也讲就是说这个作者其实是个博士他是植物学的一个博士。他是说这个夜莺呢，它其实是这个公鸟如果是没有找到配对的话，那么晚上它就会唱歌。OK， 这个能量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主牌，一个呢是自信心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我觉得是有些东西就是所谓的估量和比较。因为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紫罗兰这个花嘛，它今天讲的是 evening stalk， 白天枯萎的花朵，晚上却能够盛放和绽放出无比的芬芳。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用肉眼太阳，我们白天用肉眼看到的东西，还有晚上的东西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好像大家去想，白天是我们的意识，是我们的显意识，晚上是我们的潜意识。白天是这个人展现出来的一面，晚上是这个人另外的一面，也可以说他也不是说另外的一面，可能是他更真实的一面。有些人呢是很容易的把他真实的东西给表达出来，有些人呢其实是会难一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带有一个面具，有些人的面具呢可能跟内心的自己其实几乎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些人他的上升星座和他的太阳星座落在同一个星座，那么这些人所谓的表达自我可能会非常的简单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呢，他的这个上升星座和他的太阳星座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能量，而且他们的表达形式会很不一样。那么这种样子的能量可能就会让我们看到是说 OK， 只有走深了，只有走近了，才能够了解真正的他。而表面的他和真正的他，或者是夜晚的他，走近他以后发现了他，判若两人所以我觉得在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这一组的能量我觉得会稍作复杂我觉得当前你们想测的这一位这个你们想测的，你们想去关心的，你们喜欢的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稍微有层次感很强的一个人我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不一样的 layer， 不一样的那种层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问题。那么当前的他对这段关系的态度是否是认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内心的一个想法。感恩宇宙。这个人当前对这段关系的看法，第一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一个金币五的逆位。我觉得在他的世界当中我觉得他现在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当前这个人的一个能量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凄凉有一点凄凉。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极度的不自信，而且这个人当前给我的能量的连接是很无助。可能有些东西他很想改，有些东西他可能很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改不了。比方说我们的原生家庭没办法主动选择，比方说我们的相貌几乎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虽然我们有美容我们有这个整容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的嘛，对不对？而且不管怎么样去整不管怎么样去做什么，那最后还是那个真正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张金币五的能量里我觉得这个人对这段关系，我觉得他是有一种他很想进去，他很想连接，我觉得他也很想去跟你连接更深，或者是更多的了解，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约会或者是有更多的情感的连接等等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小女孩还有这个教堂，外面非常的冷她很想进去这个教堂。也许你在她的心目中就是那个温暖的圣殿，就是那个教堂，那个救赎，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有很强烈的一种我不配的能量，不自信嘛，我不配拥有你，不配拥有这段爱，或者是不配你的美貌。OK， 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呢，在金币五的逆位当中，我就觉得他当前对这段关系的看法是非常，就是把自己压得很强烈，就是那种无助感、凄凉的感觉好像很近，但是却没有办法拥有看起来很近，但是感觉却没有办法拥有它。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么在我们的金币五这张能量里面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能量，它其实非常的有强调，就是所谓的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引领。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在感情关系当中，总有一个人要丢手帕。什么叫丢手帕呢？就是无论是你追我还是我追你其实有的时候都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它是一种男女吸引的一个仪式感一样的就是女孩子丢了手帕，然后呢男生就把它捡起来还给这个女生，所以看起来呢是这个男生在主动的找女生搭讪，其实可能这个女生就是丢手帕这个事情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因为他觉得这个男孩不错，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男生不错，这个男人不错。所以呢我这边就是感觉到什么金币五的逆位嘛，我觉得这个人当前的心态对这段关系其实他我觉得在边缘感，有一点崩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金币五的能量里，其实他内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潜意识，因为我们今天正好是个夜莺在这里，我觉得他的潜意识其实是很想对你招手，很想对你跟你比方说调情，或者是很想跟你去把自己的这种好的地方表现给你，或者是很想让你知道他有趣的、风趣的，或者是他有意思的灵魂，或者是他能力等等，他很想展现在你的面前我们想一想那个孔雀，但是呢我觉得他不敢，他也做不出来，他觉得很不自然。所以这边呢，而且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会怕拒绝嘛，所以我觉得金币五这张牌逆位的金币五其实是非常强调的是需要引领，需要你给他丢手帕，可能需要你给他释放一点善意，或者是需要你释放一些允许的信号，比方说绿灯绿灯就可以往前嘛，那红灯可能就是你不能靠近我。那如果你要是亮红灯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天哪绝对不可以了，对吧？但如果你要是释放是善意的信号，比方说绿灯你可以你可以对他稍微热情一点，或者是你可以接纳他，对不对？或者是主动的邀请他，欢迎他。你看这个金币五，对不对？这个教堂门是关着的嘛，那门要是开一点呢，也许会好一点也许会好一点这个是我们第一张牌。好，第二张牌，他对这段关系是否是认真的？当前感恩宇宙，他对这段关系的态度是什么？宝剑一的逆位，权杖七的逆位。好，首先宝剑一的逆位，我觉得在这个人的心里，他当前并没有认为这段关系是真正的开始了。他在思想当中根本就不认同这个能量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处女嘛，然后处女星座的话，它的守护星是水星，非常理性的一个能量，会很多的衡量，会有很多的比较，会有很多的思考。那么在他的思考当中，在他的思想里面，我觉得当前他认为这段关系是没有真正开始的。他想开始，但是理智在告诉他，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打开这段关系的一个开始那么宝剑一的逆位，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思想上的一种束缚和限制，阻碍了他去向你靠近，也阻碍了他真正的得到这种可能机会那么当前呢，就是他的思想当中有很多的解答捆住了，然后呢想不清楚，想不透彻，想不明白，所以他是需要自己勇敢的。当前的这个人需要的是勇气。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心里也会觉得说，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敢靠近你，或者是让你觉得他有点好像想近又不想近，然后呢想向你靠近又有一点退缩，想对你说什么话呢又会欲言又止，以为他会说这句话，结果说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吧。那宝剑一这边就是在讲他需要勇气，斩断思想负担的勇气，斩断自己多想的勇气，斩断理性过于分析的勇气。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一些勇气，这个勇气来源于我们所谓的这种情感水元素，来自于火元素。OK， 需要用
这种真心去感应一些东西，需要去在精神上去相信一些东西，才能够去战胜思想当中给自己围出的这个蜘蛛网，把自己给缠住了，缠死了。那么第二张牌呢是权杖七，这张牌明显的叫做防御心理，因为在乎，所以更加的小心和谨慎。这张牌让我看到是当前这个人的内心世界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可以是巨敏感，所以他在隐藏和低估自己的实力。隐藏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有一点，他想出来嘛，他想进去这个教堂，他想走入你的世界，或者是打到你的圈子里去，对不对？但是呢，他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觉得他就是眼睛啊、能量啊、心啊都在你的身上，但是具体让他就是走到你面前来，或者是靠近你们那个圈子他就不行，他就会躲闪。如果有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话，他可能会故意的躲起来，因为他能量已经注意到你了嘛，他怕被你发现他在关注你。那么权杖七的逆位我觉得是强大的防守心理，就他非常害怕被你发现他对你的这种情感，他害怕自己的这种想法暴露出来，从而进一步的打击自己的自信心，因为他会觉得自己不配嘛。那如果万一别人还真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不是更加没面子吗？更加打击他的自信心。而当前呢，他会我觉得是非常多的就有点像是打击自己，低估自己，甚至还会损毁自己这个是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哎，你看你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你不配，怎么的，就会说很多那种消极的话对自己说，然后就是劝退自己嘛。其实劝退自己是什么呢？在心理学就是说他是在保护自尊心嘛，保护这个小我但是呢，这个小我必须被真我们所谓的这个勇气战胜这个小我。因为就算他是保护自尊心的话，其实他真正的自己是想靠近你，是想拥抱这份感情，他是想真的去真正的内心世界是想可以和值得这份感情，希望能够得到这份感情，因为这是他心里的一个所谓的希望，对吧？这是他心里的希望，这是他的 desire， 这是他的想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可以讲一个什么能量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因为他是这个太阳处女的一个能量嘛，当然这个人不一定就是说他一定是什么处女座但也有可能他是有处女座的能量。但我可以感觉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整体的能量第三组是太阳在处女的话，而且他主打的一个能量就是可能会在现实当中去通过比较分析，过多的去理性的对待，从而呢把自己的自信心给打压下来，让自己觉得不配拥有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就需要它的对宫能量双鱼座作为一个平衡作为一个平衡，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为一个解药作为一个解药。那双鱼座呢其实是很有我们所谓的是非常善解人意的，是非常能够把所有的能量都全部包围在一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天下大同和合一嘛。所以在他的心中，用处女座的心态去看这段关系，可能是你跟他之间是天差地别的，你跟他之间是条件相差很大的，你跟他之间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双鱼的能量去把这个滤镜换掉，就变成我们再怎么样也都是两个地球人，对不对？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比方说在一个地方工作，再怎么样就是你是大学生我也是大学生，再怎么样我们也是比方讲你喜欢着我，我也喜欢着你。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从双鱼的滤镜来看，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还挺有机会的挺有希望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呀，无论最后走到哪里，至少大家可以去释放彼此的善意，可以交个朋友，对不对？至少你看处女座能量是什么？我愿意帮忙我愿意去帮助你，虽然我可能不能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帮你一二，我尽己所能的帮助你。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善意的能量，比如说你愿意他的帮忙，愿意他的这个释放的好意，愿意让他可以去我觉得是怎么讲，接受吧，对吧？愿意去接受他的这种offerings， 他的这种帮助他的善意，这种关系就会很好了。这个关系我觉得它就会有一种启动的感觉，毕竟我们现在有个1号元素在这里，启动的能量非常的关键，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开始。我们来看第3张牌，当下他对这段关系是否是认真的呢？
这个是什么？宝剑国王下定不了决心呐，犹犹豫豫。他下定不了决心，犹犹豫豫。所以我觉得当前呢，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去简单的回答我们今天去向宇宙询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当前没有办法去确定他的这种下定决心，那就没有办法去确定他是认真的。认真其实就是下定决心了啊！我要把自己放在这段关系里，我要对这个关系负责任。无论未来的这个路或者是这个挑战是什么，我都要走下去，这就是下定决心，这就是认真。那么这个人当前，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的走进这段关系的大门，没有进入到这段关系的大门，因为宝剑国王是逆位，他还没有让自己真正的下定决心去投入，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段关系里啊。这个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有一些互动，也许你们有很多的互动，但是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理智当中，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就是说服自己，他可以，他值得，他配。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啊，在逃避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在逃避，他在逃避一些东西，他在躲闪，可能是逃避责任，可能是害怕拒绝，可能是在逃避可能的流言蜚语，也有可能是在逃避有可能之后会出现的问题，他害怕去解决，他害怕他解决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情况是比较不稳定的啊，能量稍微的有一点低啊，不是说这个人不行啊，只是说我觉得他当前的状态感觉不是很好啊。第三组牌的朋友看到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继续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往后你们的发展，再往后你们的发展当中，这个人对你的心态，他对这段关系的态度是否会有所变化？那如果是变的话，是怎么变啊？我们今天看到是会更加的勇敢吗？是会真的投入进来吗？还是说会有什么其他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就是说往后发展他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段关系？接下来他会怎么看待这段关系？他的态度是什么？好，第一张牌圣杯八的逆位，这个是舍不得走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这段关系会怎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态度是更认真还是怎样，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啊。我们看一下趋势就好，感恩宇宙。未来 OK 他对这段关系会怎么样？是会更认真吗？还是怎样变化呢？感恩宇宙好，但是我手上正好落下来的是这个啊。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张牌啦。权杖3，然后这边有一个宝剑宝剑5。好，我们再抽最后一张牌看一下，他对这段关系未来会怎样变化呢？宝剑2，好，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会怎样啊？是会有一点变化啦，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还是有一点波动不稳定啊。接下来的好多牌，好，等我一下。好，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张牌啊，这个人未来啊对这段关系的态度会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嘛？首先我们的第一张牌呢就是这个圣杯8的一个逆位啊，圣杯八首先呢它是一个水元素首先是个水元素，而且是个圣杯8的逆位啊。我觉得这个人首先呢就是说在情感层面，我觉得这个人对你应该是动心了啊。第三张牌这个人应该是动心了，我觉得他对这段关系嘛他是有动心的啊，至少有好几个点让他非常的动心，让他非常的想去尝试，让他非常的留恋不舍得啊。尽管呢我觉得这个人随时做好逃避逃脱临阵脱逃的准备但是呢我觉得他情感当中跟你的这种连接啊，就是说可能他怎么讲呢，就是他如果自己主动放手的话，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想回来。如果是你想荡掉他，或是你想放手他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又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把他给拽回去圣杯8，或者是他自己主动的又会回到你身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纠结。有些朋友可能会很讨厌这个人啊，就是感觉不清爽的感觉，丢掉吧好像丢不掉，在一起吧好像又觉得
这个人就是有一点矫情，或者是这个人有一点不能好好的在一起这种感觉。所以这是圣杯八给我的感觉，是因为这个人有如此的表现呢，是因为他在感情方面我觉得对你是很依恋的，或者是说他非常的舍不得离开真的是舍不得离开的感觉。但是呢现实层面又会有很多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吧。我们第二次抽到的牌卡下来的呢是宝剑五和权杖三宝剑五和权杖三。在宝剑五的能量当中呢，我看到的是有关于你们两个人的力量的一个搏斗。这个力量的搏斗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才看到这个画面里的这个能量就是说在你们的可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觉得是外在的东西，我觉得内在的东西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有很多的共鸣，水元素，这个是你们灵魂当中的一些，我觉得是同频和共振，是你们两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但是呢，我们不是生活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不是生活在潜意识里，我们更不是生活在五 D 的世界当中，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我们的能量无论是什么，最后得拉回到地面。而在地球的层面来看，你们两个人确实是悬殊很大，可能性格差别很大，可能是条件差别很大，可能是文化差别很大，可能是年龄差别很大，可能是地域差别很大，可能是身份差别很大，各种各样，一定会有那样一个点，甚至是两个点，你们的距离很拉得很大，而这个人会因为这一个点或者是两个点束缚住自己，不敢让自己向前，不敢去勇敢的追寻，我觉得是他心中的所爱，就是你。那么在宝剑五这里，我刚才讲过这种冲突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呢，这种冲突会在两个感情里面的两个人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明明是在感情里去相爱，就是 suppose 就是说照理说这两个人应该是很好，照理说这两个人如果两个人都很厉害的话，应该是相互支持，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都很强势的话，都很厉害的话，这个感情其实并不容易。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常常会看到的是，有一个人不怎么样，另外一个人很强，无论这个强的人是用什么方式和这个弱的人连接，这个强弱指的是条件 OK。 那其实呢，强的人是很享受这段关系里的强，弱的人呢其实也很享受这段关系里的弱，因为这样子是这段关系里它的一个很特有的平衡点不是我们平常眼睛看到的平衡，这是他们两个人关系里的平衡。而当前呢，在这段关系里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有一个地方就是差距很大嘛，从我们所谓的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配呀，不搭呀，但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些地方其实是挺好的。而宝剑五就是在讲这个事情，越把自己拿来跟你比较，或者是你把自己拿来跟他比较，就会越不开心，宝剑五的逆位就会越受伤，自尊心就会越受打击，何必拿来比较呢？情感当中的两个人，就像我刚才讲他其实不应该去比较，不应该把自己拿来跟另外一个人比较，但是会有一部分人蛮容易陷入这种比较陷入这种比较。你像有一些比方说白羊星座处女星座，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无形的，就是潜意识当中就把自己拉起来，拉到这个战争里，拉到这个竞争当中，把自己和爱的人做比较，争第一，争上下，争谁强谁厉害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感情没有好处的。那宝剑五张牌我看到是其实这个比较没有必要，但是却不受控制的比较。所以你看宝剑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大家看哭了哭了，伤心了伤心了，你看这个人拿着这个镰刀伤心了，可是他们两个人你看也不能在一起所以没有人能够赢，在关系当中没有人能够赢，这种比较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其实我抽到的牌，我看到的能量在我手中呢，就是这个权杖三，它预示着其实往后发展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我会觉得他会有一点想跨越和超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当中对你是有一份执念的。圣杯八，我刚才讲过不舍得走嘛，不舍得走又想留，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想怎样留，如何才能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权杖三这里，我看到的是一种努力，爬上天梯，与你在就是那个喜鹊那个七夕，与你在天上相遇的感觉。你们需要把能量的层级和维度拉高一点，尤其是他需要勇敢一点，他需要勇气，他需要跨越，他需要超越，他需要一种平衡，他需要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不要那样想，要这样想，不要消极的想，不要去怕，不要去恐惧的想，而是用相信，我刚才讲过，用水元素跟火元素去平衡它，用相信和我觉得是善解人意、同情心这种去相信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更加的善意一点，从而才能够去拥抱这份感情。所以我看到的权杖三，我觉得这个人他需要去把自己拉高一点，把眼界拉高一点。其实处女座有的时候会看得比较细，看得比较下，所以处女座需要把自己拉高一点拉高一点，去看一下全局。去看一下全局。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这个宝剑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他的风元素真的是占据了很多，也就是说他的理性、他的理智占据了很多。正位的这个宝剑二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在一个比较真空的地方，因为这个能量就是他想比较，然后做选择他必须做选择，但是呢他没有选。宝剑二这个能量，它会在一个很真空的地方待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会回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既不往前，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牵着你的手就走，那种勇气的私奔需要勇气就这种类似的这种能量，他也没有办法说离开你就走，后撤离开，他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待在你的圈子里一段时间那么这边呢，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去化解的话如果他这边实在不行，那就得你努力了。所以就要看你是怎么看这个关系了你是非常喜欢他，你很想跟他在一起，还是说你对这个人就是也无所谓？那如果你非常喜欢他，你也很想跟他在一起的话，你需要成为他的那一个灯。因为这张牌让我看到的是星星牌，就是我们所谓的他在夜晚当中探寻着与你在一起的方向和路，那么你呢，可以成为他夜路当中那一颗明亮的北极星，为他照亮，为他指引。你可以去告诉他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他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去在夜晚当中变成这个明亮的月光，去给他更多的勇气和鼓励。那么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可以走出来的，他是有可能找到你的所以这边就是看大家怎么去看了怎么去看了。我们这边大众占卜每个朋友的情况可能都会有所不一样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到今天我们去连接到就是关于在这段关系当中呢，那么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当下认真，然后未来会不会变得更认真的一个连接和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那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啦，那么提前呢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